移民厄瓜多是福还是祸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 今天来谈谈厄瓜多还是个适合移民的地方吗？不知不觉又过了半年有多，这个 YouTube 频道也做满1年啦！非常感谢每一位来观看影片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移民厄瓜多生活，觉得是好还是坏呢？新闻都在说厄瓜多现在治安不好，政治动荡，毒枭横行，几乎是人间地狱的感觉哦。也有人说厄瓜多是南美天堂啊，是个气候宜人、适合养生的地方呀。那么厄瓜多是否适合移民呢？这个问题值得花时间探讨。经过这支影片的分析，希望你会有个答案。对呀，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消息，都有必要知道，才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啦。那我们长话短说，从2023年开始讲起，厄瓜多的政治和治安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在5月份，时任总统拉索动用宪法解散议会，并启动总统和议会选举。这不仅引发了政治上的混乱，也让政府的治理能力受到质疑。在8月，总统候选人弗兰多在竞选活动期间遇害，有特定对象的暴力犯罪开始出现。在此之后，也有多位厄瓜多政客、市长被谋杀，这些事件都让人震惊，也引起了国际关注。还有个标志性的事件，就在2024年初，瓜亚基尔的一家电视台遭到黑帮武装袭击事件，同期监狱也发生了骚乱，导致黑帮大佬 Fito 越狱事件。这些都再次加重了社会的恐慌。对呀，都成了国际头条了。在这段期间，厄瓜多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暴力犯罪。新上任的厄瓜多总统达尼安·罗波尔颁布紧急状态应对，实行全国宵禁，并且对黑帮宣战，还称之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之前有影片详细谈论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头去看看。这些都让厄瓜多声名大噪，用战争、内战来形容，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更加危险啊！讲得如此骇人听闻，其实目的在于通过全民公投修改法律，好让警察、军队能上街巡逻，打击犯罪。现在有些地方每天都有军队巡逻，还有很大型的扫毒行动。要维持这些行动，总统就把消费税从12%提高到15%来覆盖支出，例如日用品、电器、咖啡、烟酒都需要缴税。虽然不是所有商品都受到影响，但购物时总会遇到哦。然而很多当地人看来，这些措施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就在8月8号，又宣布了紧急状态，在几个特定地区实行宵禁。紧急状态都快成为常态了，看起来都是沿海地区，不关我的事啦。来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对厄瓜多的暴力犯罪情况有个初步了解吧？但厄瓜多的问题可不止这些啊，前阵子的全国大停电也是上了国际头条啦。对啊，都2024年了，居然还可以发生全国90%地区一瞬间停电的事情，真的是电影才会有这样的剧情啊！人生如戏嘛，演戏都没那么逼真啊。厄瓜多主要使用水力发电，而停电的原因有可能是圣婴现象导致气候变化，让旱季越来越长，越来越缺水，也可能是电力部门没有妥善管理维护，导致发电设施无法运作。还有些传闻说是有人刻意破坏发电站呢。无论什么原因，就是多种问题累积导致厄瓜多要实行一段时期的计划停电，每天都要停电8个小时。那段时期还历历在目啊！停电之后，连手机都没有信号，完全中断通讯，这在2024年是难以想象的情况。想不到在厄瓜多还可以时光倒流30年，体验没有网络的日子。幸好是计划停电已经过去了，但能源问题依然是需要准备应对的事情啊。对啊，很多人都购买了应急电源、稳压器等等设备，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停电或者电压波动，避免弄坏电器。幸好我们也是早有准备啦，蜡烛、电源、手电筒一应俱全，还缺个应急百宝箱哦。哦，有什么用啊？预防地震吗？哦，对哦，厄瓜多是位于地震带，经常有地震啊。我们都遇到过好几次小地震啊，还是要有所准备啊。
背景资料讲了那么多，那厄瓜多现在还是个适合移民的地方吗？我可以很轻松地回答 yes or no， 但这并非完整的答案。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的相关因素。我觉得有2点很重要。第一，取决于你问什么人；第二，取决于你的移民目标。对呀，如果你问委内瑞拉人，他们肯定会说 yes。由于逃避原居地的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有大批委内瑞拉人移民来厄瓜多。说的好听是移民，说实在是难民啊。在厄瓜多街头，经常看到他们是一家大小一起润过来，甚至还带上自家小狗，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啊。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厄瓜多收容外国难民数量到2023年底，估计有超过47万名委内瑞拉人和5万名哥伦比亚人，主要集中在 Quito、Guayaquil、Cuenca、Santo Domingo、Esmeraldas、Ambato 这些城市。这些移民来到厄瓜多，就算只是在街头摆摊卖艺，甚至乞讨为生，都至少比原居地有更好的社会环境啊，更多的赚钱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厄瓜多充满生机啊。还有第二个问题，你的移民目标是什么呢？是寻求外国居留权或者国籍吗？或者是找个地方工作创业赚钱，还是寻求适合退休躺平的地方呢？不同的目的会有不同的答案。初来乍到又不懂西班牙语的话，要赚钱是很难的啦。很多委内瑞拉人来到厄瓜多也很难找到工作，但这里却是个非常受欢迎的退休好地方，优美的自然环境，低生活成本，慢节奏生活。对于希望远离繁忙都市的人来说，这里依然是个理想选择。还有厄瓜多的投资签证可能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啦，这也是很多人选择移民来厄瓜多的原因之一。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支影片哦。也有不少华人移民来创业经商，这里的商业环境跟原居地也有不少区别，尤其在昆卡有超过1万名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居民，这些都是不可小觑的消费者啊。对啊，在厄瓜多风险与机会并存，移不移民来厄瓜多可能需要思考几个问题：你追求怎样的生活？你愿意承担多少风险呢？你有多渴望移民外国呢？所以这是需要根据你的原居地还有其他移民目的地跟厄瓜多的各方面去比较，才可以回答厄瓜多是否适合移民的问题。欢迎点赞留言分享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都会回复哦。在移民厄瓜多之前，最好是先来看看，那在出行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有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第一，在人多的地方坐车的时候要提防小偷，小心开机车接近的人抢劫，或者可以购买电子设备失窃保险。如果遇到被偷，至少有保险可以减少损失，因为很多偷窃犯罪都是瞄准游客的手机、电脑下手。有一些在原居地能做的事情，在厄瓜多就不要做啦。例如在餐厅把手机放在桌上面，而人就去厕所，或者站在马路边玩手机、打电话之类。不是说不能在公共场所拿手机出来，而是要注意周围情况，提防被偷被抢啊。第二，做事情办手续都不要想着走捷径，因为大部分的暴力犯罪都是与黑帮或者毒品有关。只要你不接触黑帮，通常来说都是安全的。远离帮派聚集的区域，不要走在少人的陌生街道。可以在网上看看资料，也可以问问当地人哪里要注意，相信大家都会耐心的回答你。第三，不要坐通宵车。在晚上，一些城际公路有发生过拦路抢劫的记录，多数都是团伙作案，有枪有炮。选择坐白天的车或者飞机旅行是更安全的方式。晚上也不要单独出门，无论去哪里都保持低调，才不露眼，就是保持安全的好办法呀。这集影片真是负能量爆满欸。没办法啦，我们不能只是说好厄瓜多故事，而不说糟心事嘛。对啊，希望想移民厄瓜多的朋友都能获得充分的资讯，而不是基于片面之词来做决定哦。厄瓜多并非传闻中的南美天堂，但也不是人间地狱，只是个既平凡又正常的国家啦。
想了解更多厄瓜多的情况，可以看看我们频道的其他影片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可以用 Super Thanks 请我们喝杯咖啡啊！感谢你看到最后，移民要趁早，订阅对你好哦。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拜拜。